大家来到我们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在 TVB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只要你呢通过意志考验，就可以把高额奖金变现带回家。乡里今天的主题是冬天是运动的好时机。那倒是的，我欢迎5位进场。欢迎。首先介绍第一位是贝董董。嗨，彤彤。大家好，乡里好，大家好。彤彤是国标舞的专家，曾经得过世界大赛亚洲巡回拉丁项目第3名哎。拉丁有多难？对，我觉得其实你怎么跳起来有点像跌倒？街舞的。我觉得舞蹈也是一个很棒的这个瘦身或是增加健康的一个运动。但你要推荐的是夏天不冬天要运动的运动。对，我冬天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羽球场来动一动。羽毛球。因为羽毛球呢，它就是一个只能在室内的运动，所以它四季如春，不管你外面天气多恶劣，冬天的时候还是可以打羽毛球。吴尊是体育学院的，你没想到？辅大体育学系的。是啊，对，那没什么运动要建议吗？有，就是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比较少在做运动，但最近要开始恢复了。因为我最近的体力，因为以前都是被教练给逼，对，但是就是到后来，就是我们当体育系毕业之后，就没有人逼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不太爱运动，那段时间其实连转笔都会喘。转笔会是我们最激烈的运动。到后来慢慢因为健康的关系，所以要多运动。那我在冬天推荐大家就是游泳。游泳。因为基本上我以前在用运动中心当救生员，那救生员其实基本上我们都要把水温控制在30度，所以冬天去30度的地方游其实是蛮舒适的。而且当救生员的时候，我才知道学习到一个知识是，你知道牛一下水游泳就不会叫了。哎，为什么？因为游泳无毛。好，钱维君你好，田姐你好。你要叫他推荐，当然是打篮球了，对。对，因为其实篮球这个运动，它就是因为季节而生的。那早年在美国，大家冬天的话就是没有运动，夏天他们喜欢棒球，那他们就想要怎么样可以创造一个室内的运动，才有了篮球这项运动。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职业运动或者是学生运动，我们都是从冬季开始，大概10月或11月，开始达到隔年的3到6月。对，现在大概就是这样。接下来介绍祖威，你好。哎，祖威。祖威是我们大集合的女魔王啊。所以你推荐的是滑雪，我觉得冬天非常适合滑雪。对，而且刚好比如说你去日本东京旅游，然后天气冷冷的，大家不是喜欢看雪，然后你在山上这样滑雪，可以边看风景边运动，而且滑雪的运动量其实很大。对，你大概连滑3天就很酸了。而且人多好玩啊。对，其实真的。滑完之后，那个天气很冷嘛，晚上就泡在温泉，那个沙可以从那个飘过来，用个木板呢。哇，然后呢，你就看那个雪飘在上面，你回头一看，你头发就白发苍苍，全都是雪在那里，很浪漫，很浪漫。接下来安怡爱，你好。你好。台体大休闲运动管理系的啊，是专业的田径选手。对，我以前高中、国中、国小都是校队，我是跑短跑的100公尺。对，但我推荐冬天很适合就是高尔夫球。其实高尔夫球就春夏秋冬其实都蛮适合的，而且不分年龄。然后冬天其实可能有点冷，大家可以去打那个室内的那种荧幕的高尔夫球。可是打第1洞、第2洞之后，你开始就身体就会就开始想要把外套脱下来，然后就是热身可以打。是，来欢迎5位。欢迎5位啊。接下来介绍我们银行的顾问的知性气质主播赖佳颖主播，你好。主播好，大家好。是，来进行第1回合协力夺金。协力夺金，请向你讲规则。好，这回合呢，大家团队合作把奖金堆高，总共有10题，轮流当主答者，每一题有90秒的讨论时间，赶快取得共识，按下去你们的答案，要不然呢，你们奖金会随着时间1秒1秒流逝。第1题是贝彤彤，然后接下来以此类推了。好，第1题贝彤彤，请出题。你会自己去健身房吗？根据研究调查，女性对健身房的哪一项情境感到最不安，恐惧指数最高 ？A. 感觉健身房很可怕。B. 不知道怎么有效训练。C. 身形不适合穿运动衣。请作答。A、B、C 都有。好，请开始讨论，因为答案不一样嘛。好，那我先问钱姐好了，为什么呢？你的因为我觉得去健身房的人就是希望可以交更多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外形是很重要。对，
以爱呢？以爱你因为像我如果去健身房的话，我就会想要做那些重训嘛。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训练的话，我会很惶恐，然后会看到周遭的人会一直看你，会觉得很担心这样。好，可是我确定我的答案是 A。真的吗？就讨论半天，还是听听就维持算了这样。应该是 C 吧，因为女生应该比较在意运动穿怎么样，所以有人说健身房最常用到的器材叫镜子。大家都会自拍嘛。可是你可以穿宽松一点的衣服去啊，不一定要穿运动对，大家很喜欢对镜子这样拍的。对，代表要来，然后打卡回家。男女都是。可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我觉得很有感的是，我觉得健身房有一区是我觉得超可怕，我永远不敢踏过去。哪一区？就是有一区是会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然后都是打肌肉，然后拿杠铃啊，拿那个超大哑铃在那边，还有声音的。对，我只要听到男生在用力的声音，我就会觉得非常恐惧。感觉健身房很可怕，对我说。恭喜答对，真的对。其实呢，那几个选项呢，都是有所谓的趴数，都是理由之一。但是有近1/4的女生就觉得健身房就是一个蛮可怕的地方，我怕我这样会被人家指指点点，或是我怎么做好像都做得不够好，那就是很讨厌那样的环境，因为不安嘛。那第二个呢，才是你不知道怎么做训练，是占16%。那第三个才是注意你自己穿的衣服合不合身。好，你奖金有6616，接下来吴尊主导了，来请出题。各种健身器材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的故事，请问壶铃在发明之初曾经被当作哪项物品使用 ？A. 交易称重的砝码 B. 马车专用的轮挡 C. 便于停船的船锚。请作答。A、B、C 都有。答案不一样，请开始讨论。我觉得看一下，我想问问看，彤彤为什么选 C？因为我觉得它的形状上面就很适合绑一个绳子，然后丢下去水里面当锚。那钱姐为什么选 A 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壶铃是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感觉很像那个交易可以称重的那个。形状是蛮像。我选择 A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选 B， 我选 B 啊，我选 B。来，你不要有钱多了。我的答案是 B。你们都是听听算了，对不对？还是相信自己的？因为我刚刚听完，我希望他们可以说服我，因为我觉得 A 交易称重砝码的话，我觉得这个砝码太重了，没有很少会交易会弄到那么重的东西。那停船的船锚，我觉得没有到，就是砝码那叫什么壶铃没有办法，因为一艘船很大嘛，我觉得一定没有办法。又不够重。对，不够重，所以我觉得马车专用的轮挡感觉比较合理，所以我选择 B。啊，选择的是马车专用的轮挡。对我说。可惜答错了，答案是 A， 交易称重的。对嘛？对。其实呢，壶铃很酷哦，它是出现在俄罗斯17世纪的时候，当时就被当作交易称重。那当地的农夫呢，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壶铃就闲来没事拿来当日常的娱乐用具，后来才变成了体能竞赛。然后后来又有医生觉得哇，好酷哦，干脆来研究这个壶铃训练起来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后来开始这个医生四处推广这个运动器材，还成立了壶铃委员会。所以呢，壶铃是从俄罗斯一路当成称重的，然后变成健身器材，推广到全世界。OK， 现在奖金还是停留6600哈。那钱伟坚主导，请出题。篮球赛分秒必争，让观众激动不已。请问，开始规定篮球进攻时间只有24秒的原因是什么 ？A. 缩短比分差距 B. 平衡两队进投时间 C. 没限时太无聊。请作答。来，要讨论吗？这个我先讲一下，因为以前的篮球就是最早以前，24秒之前是30秒，30秒之前是没有限时，那个会让人家看着都很无聊，很想睡觉。那篮球是节奏很快的，所以应该是没限时太无聊。那你就可以不用理他们。决定了，决定，我也觉得是没限时。我觉得篮球听钱姐。我也觉得是。那你跟人家选什么 A 啊？因为我就是印象中感觉好像是缩短比分差距吧，但是我当时篮球是被当掉的。
所以我也在等钱姐答案。但是我第一个直觉是缩短比分差距。你这体育系，你这体育系不能碰巧篮球被当掉。来选择的是 C 对或错。恭喜答对，果然，请我们的顾问。的确有初代的 NBA 是没有24秒的违例的规定哦，但是这一切源自于一场很无聊的比赛，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湖人队上活塞队哦，活塞队的教练他发明了一道控球的战术哦，只要活塞队领先的时候，他就让球员把球控在自己那一边，一直传球，一直走位，一直控球，一直到比赛结束。所以那场比赛有多无聊呢？最低分 NBA 史上最低分的比赛19-18，观众看了都气炸了，你知道吗？买了票进来，然后结果你整场都在控球，史上最低分。所以开始 NBA 就觉得不行，他们就开始认真思考，必须要检讨这个24没有进攻时间违例的这个目标哦。所以那个时候纽约有一支 NBA 球队的老板，他就算了一算，他就发现说，平均下来每一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的投篮次数大概是120次左右。于是他把整场比赛大概2880秒去除以120次，他就算出来了24秒一个合理的进攻时间。所以他是用在他的球队上，之后他就一直 push NBA 的联盟说，你们应该要采用24秒违例的这个办法。之后呢 ，NBA 大概在4-5年之后，他们就正式把这个24秒违例的规定采用在正式的比赛上面。接下来你们奖金是14337，接下来由主委来主导了，请出题。不止一般菜肴，甜点也是经历多年演变发展而成。请问，下列哪项甜点在被一刚开始发明的时候，其实是咸食 ？A. 法式可丽饼 B. 舒芙蕾 C. 布丁。哪一个是咸的啊？请作答。答案不一样，来，主委开始讨论。我的答案是 A， 是因为我想说法式可丽饼，我在很多地方看过咸的，我想说，会不会它当初其实是咸的，然后台湾人改成甜的这个感觉？那彤彤为什么选 A？ 我在法国吃到的也是咸的。哦，跟我一样嘛。那因为我是觉得，好，那吴宗为什么选 B？因为我觉得布丁应该本来一开始就是甜的，我认为，因为从自始至终它应该都是甜。那法式可丽饼的话，可丽饼我好像很常吃，都是吃咸的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 B， 我觉得是 B。钱文娟不是选 A 啊？我不是，你被说服了。我没有，我是被逼的。没有，那你的坚持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布丁就感觉有点像我们的豆腐，中式的豆腐。对，我们吃豆花，我们都是吃甜的，但实际上在大陆吃豆腐花其实都是咸的。所以我认为布丁这个豆浆、豆脑花，豆脑花有咸花，对，豆脑咸豆浆。我们选择的是 A， 法式可丽饼，对我错。可惜答错。布丁，其实布丁是从英国来的，那个时候是个平民一般人在吃的食物啊，他们吃的是咸布丁，我自己有吃过，非常的恶心。它就是那个香蕉啊，香肠的皮，然后把它包起来，里面就是黑黑的一些洞，然后包在里面，然后做成那种黑布丁，然后切成这样子，就一块块黑黑的，吃起来就是有点酸臭，我也不知道那味道很难吃。哎呦。非常难吃，然后时间推移之后呢，现在布丁才变成像今天的那样香甜的布丁。你们如果去到英国的话，还是可以说我想要吃 black pudding， 它还是弄出来给你吃。那现在是14337，所以刚刚就问了，如果钱伟娟的话，他就主导会按 C 嘛？按 C， 对，有道理。按一按主导你啊，加油！来，请出题。搭飞机你最讨厌哪种乘客？请问，根据伦敦机场调查，10大搭机恶习，排名第1的是什么 ？A. 手提行李超大 B. 座椅调太斜 C. 下飞机冲第1。请作答。经济舱哦，经济舱。这经济舱哦。对，不然没有 B 的问题。A、B、C 都有。OK， 来，请开始讨论。好，因为我选 C 的原因是因为我常搭飞机，就是会坐在那个就是经济舱嘛，但是下飞机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想要冲到第1个，然后他们就会拿很多东西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啊，我是比较不喜欢这样的行为，但我想要问看看主委我怎么选 A。我选 A 是因为因为很多人都托运嘛，可是如果你手提很大，其实经过的时候会撞来撞去，然后有时候放上面又要放很久，等到最后一刻才放。
放好，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比较麻烦。那我想问一下，钱姐为什么选 B？ 答对率很6000高。多了。对，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大个子哦，那个椅子倒下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痛苦。如果你有长程的话，你会很痛苦。对，来最后一块时刻。我的答案是 C。都没有要听别人，也没被说服。很硬的人。是，我觉得 A， 我觉得那个，我刚刚选什么？我觉得 C， 你是选 C 啊 ？C 跟 A， 我觉得它是一个 moment， 就是一个瞬间的不舒服。可是 B 的话，座椅调态鞋是长时间的。来选择的是 C， 下飞机冲第一，对或错？可惜答错了。其实呢，如果手提行李超大啊，或者下飞机冲第一，它都只是起飞前跟要下机的时候。可是座椅调态鞋，它整个飞行途中就好像躺在你身上，那个可以斜到超斜，你会很不舒服。所以有63%的乘客对这个是很不满的。那刚刚说的手提行李巨大排名第4，那一直抢着要赶快先出去的排名第6，都很讨厌。5题都答完了，你们是14330，好像不是很高哎，加油！不是啊，如果听钱姐的都答对啦。我们现在前面的策略就是听钱姐的，对，先不要这样。我们讲一个记录哦，曾经有累积到7万多过，8万多吧，7万快8万。我们有个8万3的，对哦，8万3。前几天播的好像是7万多。对，来，贝彤彤，这题第6题了，你主导了，请出题。买运彩也是支持运动的一种方式，请问目前台湾发行的运动彩券不包含下列哪个项目 ？A. 美式足球 B. 巧固球 C. 沙滩排球。请作答。我选的是 B， 我知道台湾巧固球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没有知名到可以列入运彩里面。但是为什么祖威为什么选 C 呢？因为我自己对沙滩排球比较陌生，所以我就觉得那应该没有包含在里面。那我要问钱姐为什么？好，巧固球它不是我们的亚奥运的项目哦，它不是亚奥运的项目。好，那我决定答案是 B 巧固球。那你为什么不第一个就问钱姐，还要问那2个，浪费时间？交代太多。先看看跟我不一样答案的人。那一看都不会买运彩的人，你问他？你主下嘛，是哪一个行长才对？美式足球一定有的嘛，那个多，那个已经全世界赌到已经翻过来了。可是 C 真的哦，沙滩排球有奥运，它已经是奥运项目啦，真是的。奥运选择 B 巧固球，来对我说。恭喜答对！这一题请我们专家。好，的确运彩里面就是没有巧固球这个投标的项目，但是呢，其实球类的运动蛮多元的像是板球、撞球、冰球都有列在我们运彩的项目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运动项目，包含综合格斗，还有就是像是飞镖、射飞镖，以及我们最喜欢最近才刚落幕的电子竞赛、电竞比赛，其实都有包含了田径、包含了自行车，都有纳入到运彩的这个投注项目当中。好，你们奖金有21735，有进步了，有进步。吴尊主导，请出题。好。壁球运动是19世纪中叶由多种类似网球的运动综合演变而来。请问，壁球源自于哪个场所 ？A. 轮船 B. 监狱 C. 皇宫。请作答。好 ，A 跟 B。吴尊选 B， 来，请开始讨论，答案不一样。我觉得是 B， 因为监狱它就是四四方方，跟壁球的场地很像，所以呢，我觉得壁球刚好是给监狱的人里面可以发挥一些就是无聊打发时间的事情。对，所以那我想问问看钱姐。没有，因为我觉得轮船，因为在船上有时候你很无聊，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太大的一个空间，于是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壁球。那既然大家都这样的话，答案有 A 有 B 的话，那我决定我的答案是信钱姐。哎不 ，B 监狱。相信自己，船会晃啊，那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所以我觉得 get 到了。对，7013，这个大家都不会想到皇宫哦，皇宫那个打马球了吧？哦，对啊，壁球感觉是被关的人在那个空间中。来，选择是监狱，对或错？恭喜答对。其实呢，这是来自于英国。照理来说，你是
是监狱里面囚犯，你应该去做一些劳力活嘛。可是这些对，可是这些是囚犯，他们是贵族。你不能去罚他们做劳动，所以你只把他们关着，然后呢，你又要找点事情给他们做，所以就给了他们一个球拍，让他们在监狱里面，然后对着墙壁这样劳动一下。那为什么它的壁球的英文叫做 squash？ 因为呢，这个球打到那个墙壁会这样。撞身对，所以这 squash 也因此得名，就叫做squash。那个也很累。对啊，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哎。这个奖金28,748了，哎呦！钱维娟来主导这一题，来，请出题。尹控琪都在吃沙拉，请问下列哪种酱料热量低，而且曾经被票选为最有价值调味料 ？A. 和风酱 ，B. 沙沙酱 ，C. 油醋酱。请作答。好 ，A 跟 C， 那也请开始讨论。好，我的答案是 C， 因为油醋应该是最健康的，然后应该也比较不容易胖。但是彤彤选了 A， 因为我觉得我吃沙拉的时候，我都不敢拿千岛酱，我只敢拿和风酱。哦，和风酱也是酸酸的，其实。对，莎莎最胖。哎，8000了，7000了。然后嘞？没有别的答案。在饮控，就是 C ，B 一定是要排除的。然后油醋我有看到它是写是最健康，最健康，最好。OK， 我的答案是 C， 油醋酱。沙沙酱是比较肥一点，对不对？对。会吗？甜甜的。沙沙酱是番茄的那个啦，我一直想成它是那个像千岛酱的东西。我也以为是那个。千岛酱一定肥啊，那个美乃滋加进去当然肥啊。沙沙酱很咸，太咸了。番茄、洋葱那一些。对，番茄、洋葱香。可是油醋不是比较健康吗？感觉是。我们是这样子认为。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 bug， 他说热量低，但是油醋的油其实油是含有热量的。但是很多人都说喝油可以就是健康身体。看什么油？健康橄榄油那一些。好，橄榄油高。这是票选。椰子油也是。口味上面也要大家最喜欢票选。是你们通通整合之后选了油醋酱，对或错？可惜答错。哇，正确答案是沙沙酱。哎，沙沙酱是墨西哥很常用的酱料，大家都知道。你说吃那个什么玉米片啊，要沾那个番茄，因为它里面是什么？它就是干辣椒啊、大蒜啊，然后橄榄油跟葡萄籽油，非常天然又低卡。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大家又觉得味道很好，所以把它票选为最有价值的调味品。好，所以还是停留在28,700哦。加油！吴主威来主导，请出题。游泳比赛常令人血脉喷张，请问为什么国际大赛的泳池规定要3米水深 ？A. 水越深浮力越大 ；B. 方便水下相机录影 ；C. 水越深对人阻力越小。请作答。好难哦。这个，你作答。A、B、C 都有。请开始讨论，你有 A、B、C 都有。我自己选 B 是因为毕竟它是国际大赛嘛，那相机录影是蛮重要的事情。因为 A 跟 C 我真的，前姐为什么选 A？ 因为 B 的话，现在田径或者所有的比赛，他们水下都已经有那种已经设定好的摄影机，所以我觉得跟水深水浅不太有太大的关系。7000了，钱一直在跳了。我觉得不会是 B。曾哥怎么选 A？ 因为我觉得跟前姐讲一样，我觉得 B 现在科技很发达，然后我觉得选 A 的话，我觉得福利比较有可能有关联，所以拿这个。 6000多。好，我的答案是 A。他最后就听大家的了。但刚刚有人选 C 耶。应该不会有影响吧？刚谁选 C？ 我选 C。哎，对，以爱为什么选？不是因为我里面我就撇除掉 B。之外 ，A 跟 C 在选，对，然后我就觉得 C 水越深的话，因为你越下去的话，它就对我们的阻力会越来越小，因为你水上面的那个表面张力会比较大嘛。那如果你再往深一点的话，阻力会越来越小。可是我看那个 A、C 是不是答案就差不多啊？所以越深浮力越大，很难选，跟阻力越小是一样的嘛。一个是讲求浮力呀，一个是讲求浮力大的话，你阻力就少。可是你都会游泳了，你要浮力干嘛？你又不会溺死。选择的是最后统一选择水越深浮力越大 A 对或错？
可惜答错了，答案是 C， 水越深对人阻力越小。子题，因为根据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高级科学家，他们研究发现人在游泳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波浪，那些波浪会转移到你的下方跟你的后方。当你的水池的水深如果太浅的时候，波浪很快打到了池底，就会反弹回来，它就开始在阻碍游泳选手的前进了。对，因为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波浪，所以呢，国际泳联它的规定，其实如果是正规比赛的游泳池深度至少要2米深，但是可以到3米深，而且他们坚信水越深的时候，泳池越深的时候，其实对创纪录是有利的。像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它的游泳池深达了3米，所以那一届呢创下了25项的世界纪录。但是接下来跟今年的这个巴黎奥运，大概水深只有2.15米的时候，还是有创下纪录，像是男单嘛，但是呢，纪录就没有创的那么多。所以你可以发现游泳比赛预赛成绩越好的人，他会被排在中央水道；预赛成绩越差的会往旁边，因为旁边它也有这个泳池的墙壁嘛，也会受到干扰。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希望说，哇，表现得好就应该要创纪录，所以成绩越好会被放在越中间。对，当水池越深的时候，它对于游泳选手产生的阻力的干扰是越小的。哦，学到了。好，这个你们奖金是28,748，安以爱最后一题了，加油，加油，加油！来，请出题。迪士尼乐园的烟火秀能满足哪个女孩的公主心？请问迪士尼最初放烟火的原因是什么 ？A. 唤醒女孩的梦想 B. 庆祝开园10周年 C. 赶走游客。请作答。你选 C 的，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但会不会就是 C 啊？这好难选，好奇怪的题目，加油！A、B、C 都有人选哦。好。好，来，请开始讨论。好，我选 C 是因为我每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是最后的那个烟火一定是就是最后的时间，然后它烟火放是就是要提醒各位，营业时间快要到了，请大家就是可以准备要往外走了这样子。那我想要听看看，钱姐，又是我，你的 B。我的 B 是因为我觉得赶走游客这个应该让游客比较不开心吧？对啊，那唤醒女孩的梦想，这个我觉得太梦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早期是为了庆祝周年。来6000哦。好，那个彤彤嘞，我就是单纯觉得唤醒女孩梦想这句话太浪漫了。他们觉得这么梦幻，我就是那个女孩。来，请决定，你会掉很快喽。C。赶走游客。我还是觉得是这个答案。但是我之前他放完烟火，我还是有去买东西耶，还是可以逛。但他就是提醒你，就是要关园了。他就是告诉你这是最后的谢幕式了，然后你就差不多要离园啦。就像放费玉清的晚安一样。对。本百货公司9点半就结束营业，结果大家想玩到10点呢。对。那选择的 C 赶走游客对或错？真的是。恭喜答对。去过迪士尼都知道，它放烟火最好看烟火那个景色就是在它一进去那个大道外面，对，所以大家都会集中在这边，然后一起看完之后呢，你剩下的事情就等着到这些大街 shopping 一下就可以往外走了。买东西出去了，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在中间用这个方式把民众集中起来，然后再引导，然后离园，这个方式是最不会触动他们，不会在那边一直要赶人到各个游乐设施在那边找人。对，因为看了一个很满足的 ending show。对，你们的总奖金是34289。来，我们给你整合35000。不错，35000，谢谢，太棒太棒。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唯我独拿，乡里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用听的听题目，抢答之后回答答案，答对的话累积半张卡。连续2题的话，就可以累积1张淘汰卡，你就可以选择要淘汰哪一个队友，最后留下的那位才可以前进第3回合的挑战。有的人为了抢快，如果答错2次，就自动淘汰，自己淘汰自己。来，唯我独拿第1题，请出题。足球场上，帽子戏法指的是同一位球员一场比赛竞技。来，对彤彤。帽子戏法代表的是踢进3球。3球，对或错？恭喜答对。所以有一句英文叫3球 very much。3球，这个不行。
学到了。你前面还敢笑我真的有勇无谋，你这个更过分。山丘 very much， 山丘 very much。那其实是英国的板球比赛，那投手连续3球都击中3柱门的横木，导致呢打者出局，这个很少发生哦。所以过去如果发生的话，裁判会给这个投手说：“啊，你真是美技连连呐，给你一顶帽子当成奖励。”这个称作帽子戏法。来，接下来一题，请出题。网球术语中 ，love 代表的是0分还是1？你说。网球的 love 代表的是0分。对我说。恭喜答对，马上就拿一张卡了。对，其实跟法文有关系哦，因为0分的话不就会画一个圆吗？那看起来很像鸡蛋。那鸡蛋呢，在法语里面就叫做 œuf，然后它前面要加个冠词 love， 加起来，所以听起来很像英文的 love， 但它其实就是挂鸭蛋0分的意思。love， 来，非常好。恭喜贝董董有1张淘汰卡，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安以爱。为什么？我一题都还没答，因为我觉得小爱也是偏聪明，他后面答对的几率蛮高的，而且其他4位都是全明星运动会的战友们，我先不淘汰你们，谢谢，念在旧情。来，请到黄文休息，谢谢。4位都一样了，来，请出题。上街慢跑要注意交通号志，请问行人违规穿越马路会罚500元。董董，哎呦，董董手好快。行人穿越马路罚500元。对我说。很厉害耶！他题目是念说500还是1200啦？对他马上就确定是500了。你被罚过是吧？因为呢，我曾经很想要穿越我家门前的那条大马路去对面搭公车，但是它中间呢就竖了一个大大的牌子，就是穿越马路要罚500块，所以长知识了，不敢过去。其实它是有个规定哦，如果你周遭100公尺之内你看得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你就一定得走那些东西。但如果100公尺没有，可能就可以随便乱走吧。那你如果说有的话，你还不走的话，罚500。哦，对，好，来有半张卡，再请出题。可锻炼全身肌肉且随时都能进行，被称为健身之王的是抬腿还是？你说。在健身动作里面，最可以有效的达到最大的 CP 值的健身动作是 squat 深蹲。深蹲对我说。是的。他都给自己非常多的你好强，前面我们没有，就彤彤我们没有题目给他看啊。对，我们念到抬腿你就按了哎，因为怎么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因为它真的 CP 值很高，深蹲就是除了你整个下半身的肌群之外，它连你核心的稳定跟上半身，如果你有负重的话，你的肩部的稳定度也是很重要。单杠放上去，对。所以你是用自己的重量，或是你负重，它都多弹性啊。这种复合式的运动，大部分的肌肉都可以用到，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所以它称为健身之王，深蹲。健身之王来了，你好强哦！3位有来吗？3位，等一下，跟我一起吧。我现在看他什么理由了，3个都是同样队友了，他是红队的，他是红队的，当初是红队的，我承受。来，恭喜你再次拿到淘汰卡，请问你现在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胡祖威。为什么不同队？对，同队，他跟安同队了。安有来，他也会淘汰。他不敢淘汰队长，你看到吗？对啊，对啊，主位有什么话说？没有话说，加油！来，请到旁边。哎，我们俩加油啊！我们俩，对，自己通过被领的很心虚啊。总是还是要淘汰2个哦。好，请出题。踢克球是新兴热门运动，
请问它是结合羽球、桌球以及网球还是曲棍球？美娟，网球。对或错？没错，匹克球就是结合网球、羽球跟桌球3种，它是一个很新的运动，因为你不用讲说很快嘛，然后场地限制也不用很大，20平就可以打了，加上它的速度不是很快，然后又这样浅蹲，其实非常适合老人家哦。这个项目吴尊打得非常的好，真的，你该说适合老人家，膝盖不好的长者，对膝盖对，但是我那时候打的也还算不错，而且匹克球的英文小知识告诉大家，好，叫 Pikachu。谢谢。皮卡丘，当然有我们深秋威嘛。来，有半张卡，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蛋的料理方式有百种，煎蛋时只煎一面，并且保留蛋黄半熟，称为什么？吴尊，半熟蛋啊，应该是半熟蛋吧？蛋黄半熟，称之为半熟蛋。你觉得会这样烤吗？半熟，等一下，半熟蛋对或错？太阳蛋啊！太阳蛋啊！我没听过。有 sunny side out 吧？姐妹每次要煎蛋的，你要煎什么呀？我说太阳蛋半熟的，就太阳蛋。我妈就说你要半熟蛋还是一般是全熟蛋？我说半熟蛋。饭店说要 order 熟蛋。对，来，球1了，球1了，好可惜。球2就再见了哦。来，请出题。那要谨慎哦。跑步可以训练心肺能力，请问在操场跑步时，应该要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跑？你说跑步，我田径队的都是顺时针跑，所以答案是顺时针的。而且如果惯用手是右手的话，白手对于右手比较会有顺畅感，所以是不对，逆时针跑，逆时针。你到底什么答案？一下逆时针跑。为什么逆时针？因为操场我们100公里起跑或比赛或者在练习的时候都是逆时针跑啊，都是这样子跑，所以起跑点永远在右上角。如果把操场弄成直的来看的话，起跑点永远在右上角，所以是逆时针跑。对或错？他惯用手是右手。恭喜！不是啊，他是要心脏向里面啊。是这样，因为我们心脏在左边，所以我们胸腔的重心是比较偏左的。那我们这样跑的时候，比较是向心力会比较好一点点。对啊，都马是这样跑嘛，这个场内心脏靠这边。两位终于知道他这个体育系。对的，哪个学校的？辅仁大学体育系。对不起。对啊，来，接下来一题，请出题。想瘦身需要好好计算热量，想要减1公斤需要消耗2200还是7700？请说。7700。对或错？恭喜答对，其实要1公斤呢，体脂就等于是7700大卡的热量。那这个大概是多少呢？就是你要持续1个小时中强度的运动哦，大概慢跑、游泳，其实就是300到400卡。所以你要想，你要瘦1公斤，你要20几个小时这种中强度的运动。所以啊，你吃的太胖的话，要瘦掉1公斤其实是很难的。都是半张卡，但是有一个吴尊有一个球衣啊。来，请出题。在运动赛事中，选手嚼口香糖是为了提高集中力，还是补充血糖？吴尊，提高集中力吧，我觉得应该是提高集中力。对或错？对。恭喜！不要差点改错而且好快，你们不要那么快！那个就马上就对啊，好突然哦。咀嚼的时候，你脑部的血流就是可以比较快一点，那刺激大脑，你的集中力就会提高了。而且有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时候身体失去平衡的时候，会忽然无意识的运用一个叫做抗重力机的东西，然后来维持平衡。然后咀嚼肌呢，就是抗重力机的其中一种，所以有多种功能。所以你看那棒球选手，很多人在吃烟草或是对啊，一直讲，刚刚就想到这个。那吴尊。恭喜你！谢谢。但是吴尊现在情景很尴尬，为何？对他淘汰任何一个人，他都是背负着0，没有卡了。
而且还有一次，所以没有被淘汰的很有机会冠军，对不对？所以你要选择，看着办吧。你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好难。谢彤彤，他太聪明了啦，他太聪明了，对不起。你就是赛前没有跟钱姐聊天，是吗？你等一下下去，我跟你说你会被钱姐打屁股。好，彤彤请休息。不好意思，来，请出题，加油。减脂选择对的肉的部位很重要。猪肉油脂含量比较高的是梅花肉还是五花肉？吴尊，含脂较高。含脂较高的是五花肉，对或错？答对。答因为我想说梅花只有一种花，五花有1、2、3、4、5种，所以它的梅花会比较多，所以是五花肉。梅花肉相对比较瘦一点，对，五花肉它带皮耶，它的那个热量高达368大卡，那脂肪有34公克。那梅花肉呢，稍微小一点，207大卡跟14公克脂肪，所以比起来还是五花肉的热量比较高。哦，现在平等喽。哦，谁赢了这题谁就赢喽。是的。来，请出题。生酮饮食中，提高脂肪还是蛋白质的摄取，来减少血糖跟胰岛素的水平？你说，应该不是摄取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应该是一般的健身，答案是脂肪。脂肪对或错？对，恭喜答对！因为生酮饮食是不能摄取那些淀粉啊、蛋白质啊，对，它就是一直吃肉嘛。对，他们会有那种什么喝油的那个概念哦。对，他每天呢只能摄取50克的那种糖啊，然后要吃很多高脂肪，那蛋白质只能适量。对，所以有一些什么高营养啊，像什么蔬果啊、谷物啊，跟牛奶、乳酪，其实是不太能在生酮里面吃的。生酮就是吃肉啊，对，肉跟油。对，好，恭喜吴尊获胜。不好意思。哇，大吃若鱼啊！35000块，来，你要挑战那个奖金了哈！加油！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哎，恭喜吴尊来有35000哦，来提。不错耶！行长，所以我们刚开始觉得不可能是他嘛，结果真的是他。就是他哎！哎，我也觉得请打开，里面有35000的现金是你的，但是先必须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2道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1画的羚羊拿金牌，或是总笔画26画的常常摔断手。拿金牌，它是连2届，独一无二。对，连拿2届，然后百战百胜。对，实至名归，战无不胜啊。41画、26画，26画感觉好像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常常摔断手，祸不单行啊，岁月年年呐，对，祸不单行啊。羚羊拿金牌，好，时运不济哦，时运不济，但时运不济超过26画，所以很简单呐。对，那我觉得，因为羚羊拿金牌，我觉得是台湾之光，那我又是运动员，所以我也很感动，那我就选羚羊拿金牌好了。来，请锁定羚羊拿金牌41画。常常摔断手26画，到底出什么题目会这么简单26画呢？我们来，请看是什么题目？三折旗红还是弓哦？弓那个你就不会写了。对。接下来羚羊拿金牌应该不会太难写。来，准备好了吗？1分钟哦，1分钟。来，请出题。所向披靡，就简单的嘛。计时1分钟开始。来锁。哦，难怪4、6、7，看见你会选这个40几画。对呀，像。2、3、4、6。P。1、2、3、4、6、7、8，速度很快。
米，我写了手像披萨。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先确定。哎，停，用了几秒？哦，你还有用不到一半，还33秒。错哎。所向披靡密码08060817。对或错？错。还有33秒，计时预备开始。哇！试试看这个。你要消除，因为你刚刚按了确，你刚刚按了确定。抱歉。好，再次。停。来改这个蜜月的蜜了啊。来密码。08060817。对或错？米。还有时间。错，还有几秒？米哦。我们给你改完最后一个字，一定是最后一个字错嘛，对不对？8、17、39。是。来计时开始，点完为止哦。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停。这个字溺水了是吗？手像披靡。来密码。08060820。时间都到了哦。对或错？可惜。披靡，来，请看正确解答。啊，是飞。哎呀，都记错了。你妈在看呢，有话跟你妈讲吗？你要叫你妈妈不要看这一集。来，拜拜。哇，可惜了。首相披靡，我们要解释一下。首相披靡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一个政策或是一个人哦，他的力道强到像风一吹过去，所有的草都就是你最怕的草，都整个躺下来，代表大家都败了。来，我们节目要拿奖金，并不难。对啊，但我是说，他妈咪真的每天都看这个节目，哎，要跟妈妈打个招呼吗？对。嗨，妈妈，对不起哦，这个月的买菜钱会少一些，我们就吃的清淡一些吧。没拿到啊，我们吃清淡一点嘛，太阳蛋嘛。我们用另外一个思考是，你儿子还蛮乖的啊，不想拿走我们的奖金。对。好，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了啊！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恩，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